is somehow the best jobs are the one that brings you happiness all the time. I don't think that that's right. You have to suffer, you have to struggle, you have to endeavor, you have to do those hard things and work through it in order to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ve done. And there are no such thing that are great that was easy to do. 在这个 AI 好像什么都能做的时代，你是不是也偷偷担心过？我的工作有一天会不会就这样没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人呢，他手上可能就握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哦。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他最近就丢出一个超猛的预测。Cleo, everything that moves will be robotic someday, and it will be. 他说，有一天所有会动的东西，通通都会是机器人，而且这一天很快就要来了。哇，你听听，这到底是看见未来的神预言，还是一场为了卖东西的精心炒作啊？你看，网络上对他的看法就超级两极，有些人把他当成神，是那种预见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先知，但也有很多人超级怀疑，就像有网友在论坛上酸说，拜托，这个热度千万不要降下来大家赶快多买一点股票啊！你看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正好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重点。大家好，我是阿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正式翻开传奇书签的第3页，黄仁勋 Jensen Huang。所以讲出这些超狂预言，然后又总是穿着那件招牌皮衣的男人，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他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听怎么想呢？黄仁勋的成长公式，说真的根本就像电影一样。你看他1963年在我们台湾台南出生，9岁就移民到美国，结果因为一个误会，他跟他哥竟然被送到一间管教学校。哇，那个环境可想而知，但这段经历反而把他磨练得超级有韧性。后来呢，他一路读到奥勒冈州立大学还有斯坦福大学，然后在30岁那年，你猜在哪？在一间很平价的美式餐厅 Denny's 里面，跟朋友一起创立了 NVIDIA。你看看这段从台湾到硅谷的路，真的帮他打下了超稳的基础，去面对后来所有的挑战。然后他的管理风格才真的是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你敢信吗？他底下竟然有差不多60个直接向他报告的下属，这在任何大公司里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不做那种死板的1年5年计划，因为他觉得任务本身就是老板。这种管理方式听起来好像很乱，对不对？但其实他要的就是让资讯可以在公司里面用最快的速度跑起来，让 NVIDIA 整个公司像一个活生生的生物，反应超快，而不是一台很笨重的大机器。好，问题来了，一家本来只是在做游戏显示卡的公司，是怎么摇身一变，变成现在全世界 AI 革命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引擎啊？这背后其实是一场赌上一切，而且改变了世界的豪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一个关键的东西开始说起，就是 GPU 图形处理器。你可能对这个词有点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你一定听过，就是显示卡。没错，一开始它就是为了让你打电动的时候，那个 3D 画面跑得更顺更漂亮，就这么单纯。可是呢，黄仁勋这个人就看到了游戏以外的可能性。在2006年 NVIDIA 推出了个叫做 CUDA 的平台，这东西超关键，它就像是给 GPU 这颗晶片配了一把万能钥匙。突然之间，开发者就可以用它超强的运算能力去处理游戏画面以外任何复杂的问题。然后转捩点来了，到了2012年，一个叫做 AlexNet 的 AI 模型出现了。它证明了一件事，原来要训练 AI， 你需要同时处理超级无敌多的数据，而这件事正好就是 GPU 最会做的。就这样 NVIDIA 咻一下，从游戏界的王者变成了 AI 时代最重要的军火库。好，
讲到这里，当我们知道 AI 跟 NVIDIA 这么强大之后，那个我们一开始最担心的问题，一定又跑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了。那我的工作到底还保不保得住啊？对吧？这个问题真的就像一个甩不掉的影子一样，笼罩着我们这个时代。AI 真的会取代我们吗？对于这个大哉问，黄仁勋给出了一个我认为完全颠覆我们想法的答案。你听好哦。Everybody's jobs will be different. Some jobs will be obsolete, but many jobs will be created. The one thing that we know for certain is that if you're not using AI, you're going to lose your job to somebody who uses AI. 他说，你不会因为 AI 而失业，但是你会输给使用 AI 的人。哇，我再说一次，你会输给使用 AI 的人。这句话我认为就是整个 AI 时代最重要的生存密码，它直接把我们的恐惧变成了一股我们可以掌握的力量。诶，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怎么跟 AI 一起工作，而不是被它换掉？答案很简单，就是你要把 AI 当成你的第二颗大脑。我举个例子你就懂了，像是放射科医生，以前很多人都觉得哇 AI 这么会看片子，那放射科医生不就要失业了吗？结果呢，完全相反， AI 变成了他们最强大的小帮手，帮他们更快更仔细的去分析那些堆积如山的医学影像。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放射科医生的需求反而增加了，因为他们能做的事情变多了，也更有价值了。你看，这就证明了，当你把 AI 当成你的伙伴，你的价值不但不会变少，反而会被大大的放大。那我们具体到底该怎么做？来，很简单，记住3件事。第一，强化你的技能，意思就是你不要怕 AI， 你要主动去学怎么用它，把它当成你的超级助理，把那些很烦很重复的工作都丢给他，这样你才能把时间跟脑力花在更有创造力的事情上。好，第二，专注在人类才有的优势。你想想，有什么是 AI 短时间内做不到的？就是你的创造力、你的同理心，还有那种面对很模糊、很复杂的问题时，跳出框框去想办法的能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永远保持学习的心态。你要很诚实的承认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然后保持一颗开放、好奇的心。说真的，在 AI 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所以不断的学习才是你最强的武器。所以啊，面对 AI 带来的这一切未知，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觉得黄仁勋他自己的座右铭可以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他说：“这能有多难 Hard can it be? 就这么一句话，完美的展现出他面对挑战时那种充满好奇心、勇气还有乐观的态度。所以你看 ，AI 时代真的不是世界末日，它反而是一场全新的冒险。关键真的不在于 AI 会不会淘汰人类，而是在于你愿不愿意拿起这个全新的工具，成为那个驾驭 AI 的人。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觉得很有趣，对你有点启发，那就拜托帮我按个赞，这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然后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这样我才能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内容。